工行、建行、农行、招商行，统统告诉我秘密！你一个快死的人，赶紧把财产交给顾雪。我是顾家假千金，我的女儿啊！当年为了报答养父母没把我赶回乡下的恩情，我没日没夜拼命打拼，终于从一个小小的厂子，成为了整个 A 市最大的企业家，供养了顾家和刘家一辈子。可到最后我才知道，他们留下我，其实是想榨干我一辈子。他们早就恨不得我死。原来你们要的是我的遗产。姐姐，这都是你欠我的。凭什么我在乡下14年，你却在城里跟着我爸妈吃香喝辣？你霸占了我的人生，你的钱，你的公司，你的丈夫，所有的一切都该是我的。顾雪，你说这话还有没有良心？我在城里没日没夜干活，而我乡下的亲生父母天天不是烧鸡就是肘子供着你，那可是70年代啊，他们的工分全给你花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你不会到现在都以为那对乡下夫妻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他们可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的好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你亲生父母一辈子无儿无女，我本来等着继承的所有财产，可没想到他们后来居然看出了我是冒充的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找了一辆超载的大货车，直接就把这对老不死碾成了状泥，用铲子抠都抠不出来呢。他们当初连传家宝都给我了，这里面的东西可是应有尽有，哪怕我什么都不做，10辈子都吃喝不愁。顾雪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还想抢我的遗产！我这是重生到了1975年。想起来了，这一天我被顾雪砸伤，却被污蔑我已死，要挟不下乡。不话，别给老子装死，老子可不许你这套！赶紧给我出院干活！顾雪、江月、顾建国、刘成，这一世你们欠我亲生父母的，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你个死丫头，为了不下乡，撞墙闹自杀就算了，你还敢动手打人！我可没自杀，我头上的伤是顾雪砸的。不是我没有，你别瞎说！我说不到，雪儿那么乖巧，怎么可能是他打的？你就是嫉妒雪儿，冤枉好人！爸，都重生了，还跟他们废话什么？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大力气？老天的馈赠，老天爷不仅让我重生，还让我有的是力气。我抽碎这些烂人，我就对不起老天爷给的对口专业。这死丫头往常一骂就哭，今天怎么感觉像变了个人？眼神还这么大力气。不是，前世你欺我辱我，今天我先收点利息。好啊，打的就是对了，他们当初连传家宝都给我了。吊坠，难道就是顾雪说的传家宝？你还我吊坠！死丫头，快小雪！不话，你疯了！你给我放开小雪，她可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伤了小雪，你以后就别进顾家的门了。不进顾家，好啊，正合我意。上一世这一家都靠我活着，这一世顾家休想再吸我一滴血。顾话，你个泼妇，快放开我的雪儿，跟雪儿道歉，不然老子就不和你结婚。前世我是真蠢，没想到这俩人现在就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。这
那么怎么风流？结你妹的婚！今天姑奶奶就正式和你催婚。你要是敢不听我那个，姑奶奶我一脚踹死你！对，我退婚，姑皇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从今天起别再惹我，否则见一次我打一次。现在带着这俩贱人给我滚！以后的账咱们慢慢算。现在别打扰我休息。好你个死丫头，真是翅膀硬了，真是白养你10几年。你等着，这次我一定让你滚回乡下去！对，滚回乡下！进来，快起来！姐姐，我的玉石吊坠你能还给？你敢说这是你的东西？小雪，给他一条破绳子，穿的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妈给你买更好的。妈，可那个，咱们离这个疯子远点儿！快走！上一世顾雪说，因为我亲生父母的传家宝，让她有了10辈子都用不尽的东西。难道这块玉石就是传家宝？上一世看过的短剧里说，宝物都要滴血认主，难道是真的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不可，居然是真的！广国城不骗我。灵泉，灵泉，无限无资，这真是逆天传家宝啊！这传说也太厉害了，居然能让伤口瞬间痊愈。有了空间，我再也不会任人宰割。顾许，上一世你霸占我的传家宝，这一世连本带利我要全部拿回来。上一世，顾雪亲口承认我的亲生父母是他雇车撞死的，这个吊坠也一定和我亲生父母有关。看来我必须下乡才能找到我亲生父母的线索。这一世我必须提前救下他们，然后让顾雪血债血偿。下乡前，先来讨个大利息。打了你了，你个白眼狼！打死你！天啊，顾花真是要反天啊！早就该这样了。顾花这丫头在他们顾家当牛做可多少年了，天天忍气吞声，咋的？不是亲生女儿就该受他们欺负啊？老顾从小就打顾花这丫头，难道早知道她不是亲生的？你胡说！我们是培养她独立，对，磨练她心性。培养、磨练，把我当免费佣人，叫培养？他打我！偏心亲女，把我当垫脚石，叫磨练。你反了天了！姐姐，你别打爸爸妈妈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抢了你的宠爱。少来这套！姑奶奶现在不稀罕顾家半点宠爱，我今天来就一件事儿，拿回我上交的全部工资435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是你给家里的生活费，你吃饭不花钱啊？我天天给你们洗衣做饭做家务，你们给过钱吗？给不给？不给，我今天拆了你们这个！给他！给你都给你，就当我是狗了！早这样说，你就不用挨打。从此以后，我与你顾家恩断义绝。上一世你们一家欠我太多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。钱有了，得好好准备准备下乡需要的东西了。
不知道这次下乡能不能找到我亲生父母的线索。这个该死的顾华，疼死我了！快带我去医务室！超级空间，给我收！收！江月、顾建国、顾雪，一针一线，我都不会留给你。这只是你们欠我的利息。顾建国去李红家做什么？红儿，这是这个月的补贴，你拿着。还是你疼我。顾建国，这次我得让你出个大大的风头。李大妈，告诉你个事儿，我刚刚看到顾建国偷偷跑去李红家了。李红不是他兄弟媳妇儿吗？他一个大男人找李红干什么？哎呦，还能干啥？我刚都看到他俩都抱一起了，真是丢死个人哟！我靠，顾建国竟然干这种事儿！老王，江月不是你外甥女吗？你赶紧去告诉江月啊！太不要脸了！走，大伙儿一起抓奸去啊！顾建国、江月，这份大礼希望你们喜欢。上一世，顾雪做梦都想抢我纺织厂的工作，这一世，我要亲手断了他的孽想，想接我的工作没门儿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工作要是转让出去，可就再也找不回了。想好了，不后。闺女，谢谢你，这是1000块钱，100斤粮票，30米布票，30张工业票，这下我家孩子终于有工作了。工作卖掉了，该下乡了。以后顾家别想再占我半点便宜。顾花，谁是你把工作卖出去的？我是女儿的工作啊！我的工作，我想卖就卖，关你屁事！那是我的，是你占我身份14年欠我的，欠你的？我呸！这工作是我自己考上的，跟你有毛关系啊！我的个亲娘啊！顾阔这个白眼狼，他不孝啊！我们顾家养了他14年，求爷爷告奶奶帮他找了这份工作，这转头就卖了，连活路不给我家雪儿留啊！活路？你们欺负我的时候，想过给我留活路了吗？就是，这工作是人家顾黄起早贪黑学习考上的，真不要脸！知道人家不是亲生的了，还想着要把工作给你亲生女儿，说人家不孝，你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够不够格？我不管，你把工作给雪儿。行吧，我雪儿在乡下已经10年。少在这道德绑架我！姑奶奶，我不吃这套。江月，你还有空在这儿嚎呢？你老公偷情被人家捉奸在床了。对，顾建国都快被打死了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顾建国，老不死的，老娘我跟你没完！看我干嘛？都赶紧去吃瓜呀，再晚瓜就没了。顾建国，老娘哪点比不上李红这破鞋？这老娘不用，女人的床。我靠，这瓜可真够劲爆啊！顾建国好歹也是厂里的小领导，居然偷人，真是世风日下。活该，让他天天欺负顾华，这下遭报应了吧？你老婆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别打了，妈，别打了，你把爸就要给打死了。
顾建国，鉴于你作风不正，乱搞男女关系，经厂办研究，你被正式开除了。顾建国、江月，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。没了工作，我看你们怎么活下去。顾建国、江月，你们该庆幸只住在1楼，不然姑奶奶我连砖带瓦全给你们收了。现在该下乡了。顾建国，你他妈的给老娘等着！一会儿到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妈，是我们家吗？希望这次下乡能顺利找到我亲生父母的消息。丫头，我可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在城里生活了10几年就是城里大小姐了。既然回了荣家，就得守规矩。去，先把猪圈粪清了，再把全家衣服洗了。下乡补助多少钱？交出来，给你哥留着娶媳妇用。什么情况？上一世临死前，我才从顾雪嘴里知道荣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这一世现在就对我态度这么恶劣，难道他们早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？你个丫头片子，让你交钱，愣着干啥？快交出来！下乡补助是国家给我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还让我干脏活累活，我又不是荣家的佣人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是我们荣家的种，回来就得给家里做事儿。了解，你就别想在荣家待，给我滚出去！你让谁滚出去？这个家啥时候你说的算了？那老太太竟然帮我！孩子刚下乡，一路劳累辛苦，她可是你们失散了14年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不心疼就算了，还让她干脏活交钱，你们还要脸吗？娘，她本来就该帮家里。住口！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拿捏她。闺女，你别理他们，这个家，你想住就住，不想住就去村里的知青点。只要有奶奶在，谁也不能逼你交钱，逼你干活。逼我？这一次没人能逼得了我。我这次下乡是响应政策，是来挣工分过日子的。你们谁想欺负我，先问问我的巴掌答不答应。好，孩子说得好啊，咱们女人就得硬气一点，不能被人欺负。看来这个名义上的奶奶是个名妇。你这死丫头，怎么能这么跟爹娘说话呢？我们可是你亲爹娘，你得多和我们亲近亲近。张翠娥，你说什么废话？这孩子是吃了你一口奶，还是吃了荣家1粒米？凭什么跟你亲近？废物东西！当年要不是你抱错孩子，这孩子能和你不亲近？娘，哪能怪我啊？不怪你怪谁？给我滚一边去！这废物东西！娘，她可是咱们荣家的种，她得懂事，多做些家务，多给家里贡献啊。懂事？我凭什么懂事？顾雪只是你们的养女，在乡下14年，你们把她捧在手心里疼。我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刚来你们就让我青猪圈洗全家衣服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孩子，怎么感觉话里有话呀？你胡说什么？当然是混账！你当然是我们亲生的，别乱讲。他们的慌乱绝不是亲生父母该有的样子。果然，他们早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你懂什么？雪儿是城里千金，当年报错，她在乡下受了14年苦，你在城里享了14年福，你占了她的身份。就是，这是我们荣家欠雪儿的，就该好好待她。你本来就是乡下野丫头的命，瞎计较什么呀？荣家夫妇神色慌张，躲闪不定，绝对知道我亲生父母的事。这荣家一定藏着秘密。顾华那丫头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今天问咱们是不是她亲生爹娘，太吓人了。不能吧？她就是知道咱们对顾雪好，心里不舒服。一个16岁的小丫头片子，哪有那么多心思？
当年那家人有钱有势，要是知道这孩子还活着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！荣老师，你他妈的闭嘴！老娘还没活够呢，这是烂在肚子里，谁也不能说。谁有4个零钱？看来我的亲生父母绝不是普通人。龙老师、张雀德，你们越骂我越要查到底，一定要弄清楚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。你说他是不是已经怀疑自己的身世了？小丫头片子，我怎么感觉她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啊？掉以轻心。当年那封身份证明信，这迟早是个麻烦。对，赶紧烧，死无对证，谁也别想查出来。身份证明信，那里面肯定有我亲生父母的线索。爸，他们要烧掉。快烧！就半年了，烧的就一了百了了。王老师，哎呀，我都管了这儿！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亲耳听见他们要烧掉我的身世证明，怎么会变成一堆粮票零钱？难道是有人动了手脚？还好我提前换掉了信封里的信件，藏住了这丫头身世的秘密。一旦让他查下去，这丫头就有危险了。我刚刚明明听到你们亲口说，这里面是我的身世文件，为什么里面只是一堆粮票零钱？什么绅士不绅士？我们生了你，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就是，你大半夜的踹门闯屋，还想抢你爹娘的血汗钱，我们辛辛苦苦攒点钱粮容易吗？你这个不孝女！爹娘，你们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发什么疯呢？儿子，这个死丫头，我抢咱家的粮票！别给我废话！我的身世证明在哪儿？拿出来！我的身世证明在哪儿？拿出来！顾花，你不会还以为你是真的顾家孩子吧？别做白日梦了！你真以为在城里待了10几年，你就是千金大小姐了？就是，顾家和你没关系了，你就是乡下泥丫头的命，是我荣老师的闺女，你这辈子都改不了。仗义是不雪顶替我认亲我的亲生父母，被我误失，不雪才狗急跳墙为财产杀了他们。刚才是我着急，我不能再打草惊蛇，让不雪提前找过去。你们说的对，虽然顾建国工作丢了，不过顾家的城市户口我确实稀罕。说，我的身份证明在哪？顾花，你怎么知道我爸丢了工作？难道是你举报我爸，害我爸丢了工作？你爹自己管不住下半身，出轨搞破鞋弄丢工作，纯属自作自受。你好狠毒的心！出点儿，爱国哥他不仅害我爸丢工作，还把能留给我的工作也卖了，才逼得我不得不下乡。顾花，你居然这么歹毒！小雪好不容易进城了，你竟然忍心逼她在下乡受苦！我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爱国！你好，快来人啊！好你大人！看看，顾花刚回来就忤逆不孝，不光夺我们的钱财，还打亲哥，是不孝中的不孝啊！想道德绑架我？我呸！我刚下乡，你们就逼我喂猪洗衣服，还要拿我的下乡补贴钱给荣爱国娶老婆。什么？这张翠娥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哪有亲妈要女儿的钱啊？自己有手有脚，还让一个小姑娘洗衣服，真是丢死人了！拿闺女的下乡补贴给儿子娶媳妇儿，这也太刻薄了。你们这些所作所为，有拿我当亲生女儿看待吗？还好意思说我不孝？既然这样，父老乡亲给我做个证，从今天起，我顾华要与他们荣家彻底断亲。荣家一定藏着我的身世线索，可强行逼问只会让他们销毁证据。现在我绝对不能打草惊蛇，正好趁着断亲的机会独立出去，
暗中寻找线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顾画搬出顾家，我与你们荣家再无半点瓜葛。断亲？现在可是大灾之年，你一个小姑娘离开我们荣家的庇护，你迟早饿死在外头。走了也好，反正也不是我亲生的，还省一个人的可怜。好，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，你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可别回来求我们。荣老师，你还真赶孩子走啊？她一个姑娘住外面，万一出事儿，你们后悔都来不及。就是，这真是亲生的吗？你们做的也太绝情了！滚滚滚！谁觉得我绝情，谁自己领回家去养。这孩子又不是我们生的。就是，你也不怕孩子真饿死？饿死他也活该！白眼狼！嘿！我现在手握空间灵泉和海量物资，摆脱这群亲人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这一次，我必须抢在顾雪之前找到我亲生父母的线索。闹吧闹吧，顾画，这乡下是我的地盘，我看你们在这活几天。冯支书，我现在已经和荣家断亲，作为下乡知识青年，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。我申请购买知青点后面的小院，请您批准。好闺女，有志气。早上知青报道的时候，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。那个小院我做主，卖给你了。明天一大早我就给你办手续。顾画是响应国家政策来支援我们农村建设的，以后你们谁敢欺负他，就是和国家作对。姐姐，你放着好好的家人不要，非要住破落小院，何必呢？再破的院子也是我自己买的，总比某些人寄人篱下，靠着别人吸血度日强。小院有了，接下来得抓紧寻找亲生父母的线索了。丫头，你要小心啊！滚啊！谁躲那儿吓人？出来！怎么是他？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的身世，您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，故意来提醒我的？不知道，丫头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一个老婆婆能知道啥？奶奶，我下乡只有您护着我，从小我在城里顾家受尽苛待，活得小心翼翼。回了荣家，爸妈也不待见我。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是谁，我的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？奶奶，求您告诉我吧。这丫头太执拗了，再查下去只会惹火烧身。当年的水太深，现在说了只会害了她。丫头，你别胡思乱想，以后你有需要随时来找奶奶。我得回去做饭了。越是遮掩，事情越不简单。我必须加快速度，尽快挖出线索，找到亲生父母，越快越安全。有空间和灵泉在手，改造小院简直是易如反掌。荣家刻意隐瞒我，那我就打入人民内部找线索。荣老师夫妻没有那么聪明，不可能没人察觉他们家有问题。顾雪下手狠毒，我绝不能让她抢先认亲，再害我父母心。顾画，听说你搬来小院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我们几个知青打算去公社集买些生活用品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上一世我被困在顾家，从未来过乡下，正好趁着赶集人多，也能打探下当年荣家抱错孩子的线索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太好了，咱们知青就该互帮互助，以后你要是有难处，随时找我。不好，是狼叫声！不好，是狼叫声！大家注意安全！别喊了，你自家呀！你越喊狼越兴奋，所有人别慌，女生全部站在内圈，男生在外围围成防护圈，拿好木棍，不要主动挑衅，稳住防御阵型。没想到我重活一世，一没查清自己的身世，
二没找到亲生父母线索，难道今天就要被狼咬死吗？顾花，我来帮你。老天有眼，你个贱人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我靠，顾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了？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所有人立刻退后，贴身防御，不要硬拼。顾花，你害我下乡卖我的工作，为好让狼群咬死你这个乡下的贱丫头。顾花，好样的！大家全部退后！顾花，这个人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明明没有下乡。危险！我靠！顾花好猛！顾总，关于晨曦的项目，对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条件。热的，他还活着。这人什么毛病？就算他长得帅，还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也不能第一次见面就戳人脸啊！有没有情商？这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奇怪，像是认识我很多年一样。你们几个快点清理狼尸，收拾现场，送知青们回村。是。你怎么会下乡的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下乡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完蛋，着急了，现在还不是和他坦白的时候，这时候他还不认识我。同志，你好，我叫陆星川，在附近的滦营当兵。我只是第一次见女生孤身战群狼，觉得你好厉害。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及时来救我们，估计我现在已经挂了。前世初遇你，你已成婚，我才隐瞒心思，终生未娶。我盼你一生幸福，可那些人却害你惨死。既然老天让我提前遇见，我绝不会再把你交给别人，我一定会改变你惨死的命运，让那些害你的人全受到应有的惩罚。男人的眼神也太可怕了，好像要亲手杀了我一样。狼肉，这下咱们能好好改善伙食了，狼皮狼骨还能拿去换票换钱呢。小雪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哇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只有我的小雪哭着回来？你是不是故意针对她了？我的乖雪儿，真是委屈你了，别怕，妈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我们小雪从小娇养，从没受过这种委屈。我做主，这些狼肉就都给我家吧，正好给我家雪儿压压惊。没错，我家顾雪受了天大的惊吓，这些狼肉理应归我们，为什么你们赔罪？简直可笑！顾雪不光逃跑，还故意推固化挡狼，差点害死我们大家，还好意思抢功劳要狼肉！我呸！我们家小雪是城里来的千金小姐，没有见过狼，害怕逃跑怎么了？现在是新社会，哪来的大小姐，还想抢狼肉？你问问我们这些知青，
答应不答应？本来我想着顾雪是和我们一起去的吉上，还打算分你们一份狼肉。既然你们贪得无厌要独占，那现在你们一块都别想拿到。这些狼肉是你打下来的，全部交由你处理。后续在村里遇到任何麻烦，随时来军营找我。我好像真的不认识他吧？他为什么选择为我说话？算了，不重要。正好趁着这次分狼肉的机会，跟村里人打好关系，方便打探消息。说不定村里的老人知道些什么呢。小苗，我们是新来的知青，咱们把这些狼肉平分给大家，跟大家搞搞关系，你们同意吗？当然同意了，狼是你杀的，要是没有你，说不定我们就被狼吃了呢。你分吧，我们知青没意见。爷爷，我不是荣家亲生闺女这事儿，您知道吗？你这个娃娃胡说甚呢？你怎么能不是荣家亲生闺女呢？不要瞎说。爷爷，我从小在城里顾家就备受冷落，天天被压榨欺负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我真不是顾家亲生的。哎呀，那你可真够惨的。可不是嘛，现在我下乡回到荣家，他们依旧欺负我，所以我才怀疑荣家也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傻孩子，荣家对你不好，纯粹是拜高踩低，人品差。顾雪是城里千金，他们肯定要巴结讨好，这是想攀附城里的关系呢。就没别的原因吗？比如我本来就是荣家捡来的。这倒是没听说，不过我听说顾雪他爸搞破鞋丢了工作，荣家的巴结美梦落空，可能纯粹想拿你出气。荣家人，荣家这名声也是够呛。唉，我可真倒霉，养父母对我不好就算了，亲生父母也这样，难道我注定没有父母缘吗？丫头，你也别伤心，这种爹娘没有缘才是你的福分。好你个顾花，居然敢在村里败坏我们荣家的名声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哥，你别冲动，顾花一直能说会道，打出去你就吃亏了。以前在城里，他仗着地盘小，到处说我坏话，撺掇别人欺负我。没想到到了乡下，他连荣家都要诋毁。小雪，你别哭，现在是他在我们的地盘，我这就去找村里二溜子李竹生，好好教训他一顿，给你出气。顾花，我在这个破村子生活了14年，遍地都是我的熟人。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沦为全村的过街老鼠，看你还怎么和我争！顾雪，你还真是锲而不舍，还想着怎么办呀？丫头，爷爷我劝你一句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有些事儿啊，糊糊涂涂就过去了。有些事可以糊涂，但是关于我亲生父母的线索，不能糊糊涂涂。既然你们要害我，那我就趁这次机会，把荣家这2个宝贝疙瘩都套网里。网已经做好，就等你们来投了。可别让我失望了，抓住你们的把柄了，我才好去交换我父母的线索。哎，我哥，这夜深人静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顾花那小丫头自己住小院里，咱们今晚铁定能好好收拾她一顿。一会儿进去后，把她院里东西全砸烂，翻一翻，能摸的财物全部摸走。不要让她知道得罪我们荣家，得罪小雪的下场。哎，国哥，您就放心吧，小雪从小和我青梅竹马，在村里长大，敢欺负我心爱的小雪，我一定让顾氏付出代价。敢进我的院子，那就别想再完好无损离开这里。来吧，让你们尝尝未来机械狗的厉害。闭嘴！闭嘴！我叫什么？操！顾花什么时候咬狗了？还他妈是只不叫的狗！春生，一会儿小心点，赶紧进屋，把值钱的东西全带走，最后把这里砸烂，
让顾华长长记性。他妈的，今天必须给顾画长长记性，疼死我了！我靠，爱国哥，是什么动静？这大半夜的，也太他妈的吓人了！要不咱还是走吧，咱们白天照样可以给顾画教训。嗨，害怕什么？不就是风吹杂物的声音吗？别自己吓自己，赶紧干活。爱国哥，这小院不会是闹鬼了吧？咱们赶紧快跑吧！慌什么？不许跑！你要是敢跑，我让小雪以后再也不理你。敢深夜上门找我麻烦，就要承受惹我的代价。这点胆量也敢学人作位，真是自负。赶紧撤！这地不对劲儿，赶紧撤！啊，这鬼地方太他妈的吓人了啊！你蠢货，想害我，那老年我就让你们尝尝竹笋炒肉。啊！想跑没门！大家快来看，就是他们两个，深更半夜居然跑到我小院偷东西，这是犯罪，是极大的犯罪！我下乡种地挣工资，辛辛苦苦攒点物资，你们居然半夜翻墙偷东西，我必须找支书举报你们！这俩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偷东西！就是，看着穿的人模狗样，没想到居然是小偷。抬起头来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。荣爱国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带人来偷我的东西？我不是，我就是。好啊，我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亲妹妹吧？你居然联合外人来偷我的家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一定要找支书来评评理。当哥哥的带着外人深夜来亲妹妹的屋子偷东西，你打的什么恶心主意？我必须请支书来做主。你给我闭嘴！家丑不可外扬，你闹什么闹？家丑？我亲哥哥都带外人来偷我了，还是什么家丑？他有把我当家人吗？我今天必须讨个公道！荣爱国真他妈不是东西，这李春生是出了名的小流氓，他居然往自己亲妹妹屋里带。呸！谁知道他要对自己亲妹妹干什么？荣爱国真是个垃圾玩意儿！呸！亲哥，你他妈胡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他不是我亲哥哥。好啊，既然你说他不是我亲哥哥，那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？行，既然你们不说，那就报公安，让公安来查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。组长，爱国可是咱本村人，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得救救我家爱国啊！顾画，先松手。爱国今年也才17岁，就是个半大孩子，一时糊涂跑到你小院恶作剧，你怎么还当真要报公安呢？组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村里讲究集体团结，你不要事事都上纲上线嘛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，一点小事闹去公社报公安，全村都要跟着丢人。是啊，虽然他俩做事不地道，但终究是村里小辈儿，教训一顿就行了，没必要闹这么大。报公安太夸张了，传出去咱们整个村子都要被外人笑话。依我看，就罚荣爱国、李春生村内义务劳作1个月，好好反省认错，
这事儿就此结过了。要是我不同意呢？不同意？顾画，做人要见好就收。你给村里找难堪，对你可没好处。深夜私闯民宅，偷窃财物，蓄意报复，这叫小事儿。做错事就要受罚，今天谁来求情都没用。顾画说得好，坏人就该受到惩罚。顾画，你非要没完没了给村里找事是吧？我们可是你亲爹娘，今天就把你带回家，好好管教管教。顾画，你要是再敢闹事儿，你信不信我们能把你锁在荣家，让你一辈子出不了村？都别动！他俩结伙私闯民宅，盗取他人财物，属于入室抢劫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。按照法律，是一定要押送治安所坐牢的。我不要坐牢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是顾雪，全是顾雪撺掇我们干的，是他让我们来报复顾画的。对，就是顾雪让我们来的，说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顾画。顾雪，你挑唆你哥出来犯法害人，你自己躲在后面。反正坐牢的是荣爱国，你还是清清白白的大小姐，你可真是荣爱国的好妹妹，荣家的好女儿。不是我没有。你这个贱人！我说爱国这么好的孩子，怎么会去干坏事？原来都是你撺掇的啊！你他娘的到底安的什么心啊？你哥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居然是顾雪，这丫头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啊！都是知青，差距怎么那么大呢？顾画仗义公平分狼肉，你可倒好，心思歹毒，居然要害人。师叔，我没有。行了，别狡辩了，我都了解清楚了。从今天起，取消顾雪5年返城资格，荣爱国、李春生加倍处罚，义务劳作3个月，公开检讨。又是顾我，毁我名声，断我返程路，这个仇我记下。顾画，咱们等着瞧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顾画，我查到了你的身世线索，你不是荣家的亲生女儿。你真的查到证据了？你胡说！顾华就是我们亲生的！你少胡说八道，胡乱造谣！我核查过当年医院的存档档案，虽然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，但能确定一点，当年给你办理住院登记的是一户杨姓人家。姓杨？难道他们就是我亲生父母？档案残缺，还不能最终确定，但肯定不是荣家。至于你为何到了顾家，又和顾雪被报错，暂时还没查出来。但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到底，找到你的亲生父母。上一世我到死都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，被顾家压榨，被荣家苛待，受尽半生苦楚。这2家绝对都参与了这场骗局，我一定要找到所有线索，替我和父母讨回公道。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告诉我所有真相，我还能放你们一马。等我亲自查清一切，你们欠我的、瞒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。真相就是，我是你亲娘，你不信我居然是一个外人说的，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笑你！挤开，别挡路！没看到你哥受伤了吗？啊！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们从哪儿抱来的？你们说还是不说？行，不说是吧？陆星川，我记得入室抢劫是重罪，最少判个10年8年的。你直接把荣爱国送公安局吧。交给我，你放心，一定送到。不，我不要坐牢！爹娘，你们快救我啊！娘，求求您把那封信拿出来，救救您孙子吧！乖女儿，我和你父亲遭逢巨变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迫不得已将你交给别人抚养。孩子，爸妈被人迫害，即将要被下放了，我们护不住你啊！这封信和钱财，还有贴身玉坠，是爸妈留给你的唯一念想，只求好心人善待你，平安长大。什么？
你们要和我们换着女儿养？对，等2个孩子16岁，我们再换回身份，到时候我会额外再给你们一大笔钱。好，我们答应。你们拿了我父母的钱，不仅不养我长大，还转手又把我卖了。你们真是该死！我们好歹把你捡回来了，把你送到城里，不然你早死在外头了。你在顾家干活是还顾家的恩，你现在回到我们荣家，就得为我们荣家做贡献，还我们的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我呸！我父母留下的钱够养10个孩子了。我在顾家14年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从3岁开始就给他们洗衣做饭，这就是顾家的恩。你敢跟我动手？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没空和你们瞎耽误功夫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找到我亲生父母，咱们的账再好好算。呸！软蛋，怕了吧？知道了真相又怎么样？在这村里，我看你能拿我们怎么办？哼！顾家、荣家为财作恶，颠倒我10几年人生，我会一笔一笔彻底清算。但现在有了信件和玉坠为线索，我必须先找到我的亲生父母，亲眼确保他们的安全，我才能安心。您是规划局的杨主任？我靠，不是又来抓我作风问题的吧？顾同志，前段时间你养女下乡，我们听说了她的情况，我们核对过了，您养女的出生医院、年龄信息和我们失散多年的女儿都对得上。您的意思是，你们家的养女很可能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女儿？我们夫妻今天登门，就是想来打听下孩子下落。她具体去哪儿下乡了？顾华不是荣家的女儿吗？怎么突然冒出一对大领导亲生父母？原来她是领导的女儿，可是这孩子我们捧在手心里，精心养了10几年，你们要是认走，我们心里舍不得呀。这可是规划局的大领导，顾华那死丫头走了，没想到反倒给我们送来了最大的机缘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，狠狠捞一笔好处。老头子，说的对，还是你机灵。我对这个女儿真是从小疼到心坎里的。我们非常理解你们舍不得，我们不是要强行抢走孩子，只是想见见，看看她好不好。只要能见到我的女儿，我们必有厚礼重谢。我当初为了让孩子下乡的地方近一点，走了关系，被人恶意举报，丢了工作，家里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快要撑不下去了。为了让孩子在乡下生活好一点，我们家能卖的全卖了，钱全给孩子当生活费了，就怕孩子在乡下苦啊。杨主任，听说市里第一纺织厂厂长刚退休空缺，老顾之前一直是副厂长，能力完全够格，绝对能胜任。丢了一个副厂长，又来了厂长。顾画这死丫头倒是有点运气。那可是一个厂长。可以，只要能让我们见到孩子，你的工作我答应了。杨主任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大不了我提前退休，我的工作换一个厂长职位还是没问题的，只要能找回女儿，一切都值得。既然你们诚心诚意，我也就不瞒你们了。你们的亲生女儿现在在红星大队下乡，叫顾雪。你们赶紧去找吧，可千万别认错人了。太好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消息了，我们立刻去乡下接雪儿回家。想到顾华的亲生父母居然这么大底头，老头子脑子转的可真快。等顾雪顶替顾华和杨家认亲，抱上杨家这根金大腿，咱们全家可就都飞黄腾达，彻底翻身了。哇！怎么了？顾华那死丫头也在乡下呢，快，你现在立刻给荣家打电话，让他们赶紧把顾华绑了，放到最偏远的地方去，最好一辈子也回不来，彻底断了后患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我也好好交代交代顾雪那丫头，这场戏坚决不能演砸。你尽管放心去找你的亲生父母，我已经安排人手，持续跟进调查当年的旧事线索，一定帮你查清所有真相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我就觉得你看我的眼神很不一样，不像是初识的陌生人，反倒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老友。你到底为什么处处护着我？陆厂长，部队突发紧急事件，需要您立刻归队处理。公事要紧，你先回去处理军务，不用管我。线索现在已经很明确了，离我找到亲生父母的线索又近了一步。等我找到父母后，亏欠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蠢货，在村里动手，你想让全村人都看见吗？别莽撞，顾你爹呢。刚在村部里接电话，顾家说了，必须半路截住顾化，把他抓去深山卖掉，彻底让他消失。只要办成这事儿，顾家不仅给我们一大笔钱，还能送你去城里工厂上班，一辈子的铁饭碗。真能去城里进厂上班，那这事儿必须成。一个丫头片子，还能翻了天？对，就一个小丫头而已，政府打我们的仇，正好一起报。别废话，进城的路只有一条，咱们抄小路，提前堵他去。埋伏我，打得到挺美。进空间。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，跑哪去了？余贵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人怎么没了呢？快找！要是让顾华跑了，不但顾家的钱拿不到，爱国城里的工作也没了。你们在找我吗？找我找的挺辛苦吧？好啊，竟敢自投罗网，给我上，把他给我绑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累死我了！现在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你个死丫头，快放开我们，不然有你好看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是高科技产品，万斤鱼的重量都挣不开，你们几只小鱼就慢慢在里面好好享受吧。顾化，快把老娘放了！老娘？我呸！你是谁的娘？还敢半路绑架我？我让你们看看谁是谁的娘！别来了啊！哥，求求你了，别打了！快哥，顾奶奶，别打架，是不是？别打了，顾奶奶，别打了，都是他们逼我来抓你啊！你放了我吧！你们听狼叫声，你们之前不是一直想要狼肉吗？机会来了，今天要不你们吃狼肉，要不狼吃你们的肉。顾华，我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你行行好，别把我们丢在这儿。山里有野狼，真的会出人命的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！看在我们养你一场的份上，你大发慈悲，别把我们扔在荒山里。养我一场，你们但凡念半点情分，就不会半路绑架我。你们屡次作恶，屡教不改，今天就让你们留在这荒郊野外，好好尝尝恐惧无助的滋味吧。顾华，你太狠心了！狠心？比起你们的谋财害命，我这点手段不值一提。要不是杀人犯法，我真想拿一把 AK 把你们全突突了。
我们找了10年，终于能见到我们的女儿了。顾雪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是啊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雪儿了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。上车了，去江城的赶紧上车了。爸妈，有了信件和玉符吊坠，这次进城我一定要找到你们。老杨，你说雪儿现在是不是和那个小姑娘差不多高啊？爸妈，这一世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，我们一家都会安全的回到这里。您好，我想查一下14年前咱们医院儿科住院部的档案。老档案全封了，没空帮你翻，赶紧走。乖乖，不哭啦，姐姐给你吃糖，看还有小青蛙呢。太谢谢你了，这孩子闹了我一上午，我实在扛不住。你刚才说要查什么？我想查下14年前有对杨姓夫妇把一个孩子放在咱们的医院。什么？你也要查那对杨姓夫妇？说起来啊，也是伤心事。这对夫妇是14年前下放到江城，因为被人迫害，不得已把孩子独自丢在咱们医院。听说政策恢复后，夫妻俩已经回京城。杨家、京城，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？现在我得赶紧去京城找他们去。太谢谢你了。对了，昨天也有个男人专门来查这户杨家的旧档案，问的还特别细。我会来这查我亲生父母的线索，难道是顾家？大事不好了，顾画已经偷偷进城了，摆明了是要找亲生父母。什么？那个死丫头居然进城来查线索了？如今是为什么吃的？说把顾画绑了走吗？别了，那就是一群雪儿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杨家夫妇已经下乡去找你了，你得好好准备。我这边万事俱备，只等他们过来相认了。但一旦顾画查到真相回来，我贾千金的身份就彻底败露了，咱们家的好事全都要泡汤。顾画的事儿你先别管，你好好准备认亲的事儿。完了完了，顾花要是真找到杨家，雪儿顶替认亲的事儿就曝光了。你这厂长的职位，咱们家即将到手的权势富贵，全都要打水漂。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我们费尽心机铺垫这么久，绝不能栽在顾画手里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查清楚真相，毁了我们全家的前程。不能让他继续找下去，必须彻底阻断他的路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彻底钉死，让他永远翻不了身。我想到最合适的人了。有个人最恨顾画，也最贪利，刚好能为我们所用。谁？刘成。顾厂长、江阿姨，您2位找我过来，有什么好事关照我。刘成，我们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雪儿，现在只要你帮我们办一件事儿，雪儿回城后，我立刻给你们订婚。真的，只要能娶雪儿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您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好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顾画回来了，再查他的身世。顾画，不止婚事，老顾现在是厂长了，事成之后直接提拔你当科长，让你升职加薪，前程似锦。顾叔，江阿姨，你们尽管吩咐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要你想办法诬陷顾画，把他关进大牢，让他这辈子再也查不出任何和他身世有关的真相，彻底断了他的寻亲路。好，顾画性子孤傲，向来不识抬举，之前居然还敢推我的婚，早就该教训他一顿。这事儿您2位就放心交给我，我保证办得干净利落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好，只要事情办成，给你的好处我们绝不失礼，到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好女婿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等会儿你们上前缠住顾画，制造混乱，我要趁机把东西塞进他包里，必须把这事做实。成哥，您就放心吧，这点小事拿捏得死死的，保准让这丫头百口莫辩。
之前我就看顾画不顺眼，敢退您的婚，真是该死。爸妈的线索有了，现在就出发京城，早点找到他们，就能早点改变他们上一世的悲惨命运。怎么不长眼啊！你撞头我了，赔钱，没有100块，今天别想走。你们这是故意拦路滋事，想讹钱？讹钱？你不配，哥钱多的是，用讹你那仨瓜俩枣的吗？我靠！你不光撞我，还偷我钱和粮票。刚才就是你撞我一下，我兜里啥都没了，快把钱还给我！顾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我兄弟的钱！大家快来看，这个顾华手脚不干净，光天化日之下偷盗我兄弟的财物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刘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刚才就是他撞了我一下，然后我钱和粮票全没了。这可是我娶媳妇儿的彩礼啊！你这个小偷，快把我的钱票还给我！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就是你，赶紧把偷的钱交出来！这小姑娘看着也不像是个小偷啊，是不是弄错了？现在这社会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真是笑话！刚才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然后无凭无据栽赃我偷你的钱，未免也太拙劣了吧？你少在这里狡辩！当初是你被我退婚，心里一直怀恨在心，今日你就是蓄意报复，故意偷我兄弟的钱财。我被你退婚，你还真不要脸！是老娘我和你退的婚，你个渣男！当初要不是顾建国逼我，我才不会和你订婚。顾画，你个贱人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既然你喊冤，那就当众打开挎包让我们看看。要是包里没赃物，我自认理屈。但凡搜出东西，你就是小偷，够你坐一辈子牢。刘成突然出现，故意栽赃我，难道是受人指示的？大家快看，他心虚了，不敢开口，分明就是心里有鬼。你个死丫头，快还老子钱！想想看，是不是？是。不对劲，刘成绝对有鬼。平常刘成胆小如鼠，今天怎么会这么反常？不敢打开挎包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顾画，你今天必须把钱还给我兄弟，不然就等着坐牢吧。刘成，你他妈的就是一个小人，也配在这里栽赃污蔑我，口舌污秽，该打。顾画，你个贱人，居然敢打我！说，是不是有人让你陷害我？大家快看，这个贱人不仅偷钱，还当众动手打人！赶紧把他围住，别让他跑了！立刻报公安，把这个歹毒的女人抓去坐牢！对，不能让他跑掉！抓捕小偷，人人有责！你个贱人，今天只要把你送进大牢，以后我就是顾家的女婿了。各位同志，刚才大家都亲眼所见，让他打开挎袋自证清白，他还先动手打我，这分明就是心虚啊！还请大家帮忙，今天绝不能放他走。对，偷的就是我的钱，大家不能让他跑了，赶紧报公安，把人抓起来坐牢。无凭无据，仅凭他们的片面之词就给我定罪，你们这是被他当枪使了！顾画，别狡辩了，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对于你这种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犯罪分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刘成，少在这煽动大家，你这是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。事到如今还敢嘴硬，一会儿等公安到场，人赃并获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。今天我不仅要让你坐牢，还要彻底断了你查身世、找亲生父母的念想，让你这辈子彻底翻不了身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查我自己的身世？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是不是顾建国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顾画，你完了！公安来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！这辈子你也找不到你亲生父母。
上辈子老娘眼瞎为了你操劳一辈子，结果你出轨顾雪那个贱人还夺我财产，真是去你娘的球吧！老娘我先扇爽了再说。啊！顾花，你他妈的打我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给我住手！还谁敢？顾花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上一世无人护我，没想到这一世，一个只见过几面的人，居然这么用心护我。刘成，居然是刘成！上一世就是刘成伙同顾家人害死了顾花，这一世由我保护顾花，你休想得逞！聚众围堵，恶意构陷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构陷？明明是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们就是狼狈为奸。他偷窃财物，心虚不敢自证，你跑来包庇他，仗势欺人。就算你是个当兵的，也不能偏袒一个小偷。就是小偷就是小偷，满口胡言，颠倒黑白。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公安处。别冲动，他就是故意激你动手，想坐实仗势欺人的罪名，彻底把我定死。不敢自证就是心里有鬼。顾华，所有人都在看着呢，今天你必须当场打开挎包，谁来都没用。刘成一直想要看我的挎包，难道是他们偷偷往我挎包里放了东西？空间，给我查看！我靠，果然是栽赃陷害我。不过老娘我有空间，这些钱票就算你们孝敬，给我收！怎么，不敢打开啊？那就去公安局，咱们让公安同志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挎包。不用动手，今天我就自证清楚，也让这刘成这个小人当众认罪行。凭什么给他们看？那是你自己的隐私，他们这是栽赃陷害。你这么相信我啊？万一我真是小偷呢？我相信你胜过相信我自己。你的确是个小偷，你早早就把我的心偷走。别磨磨蹭蹭的，赶紧给我打开你的挎包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刘成，你们费尽心思栽赃构陷，笃定我包内有赃物。那现在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们所说的东西呢，在哪里？不可能！我靠，空的！不可能！那些钱票明明是我亲手放进去的，一定是你藏起来了，你绝对有问题！我靠，原来是你自己放的，你居然诬陷人家一个小姑娘，真是不要脸！他妈的，这种人就应该游街示众！栽赃不成，还他娘的嘴硬！刘成，你受人指使，蓄意构陷，想将我抓进大牢，这笔账咱们今天当场算清。好，打得好，这种人就应该一巴掌扇飞。顾花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行啊，想让我不打你也成。告诉我谁让你诬陷我的？要是不说，可别怪我再次痛下杀手了。是顾建国，果然又是顾建国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。顾建国让我诬陷你，把你抓进大牢，让你再也不能查找你亲生父母的线索，还说事成之后会把顾雪嫁给我。这个我倒是同意。顾雪那个贱人最好现在就和你锁死，贱人配贱人，简直就是绝配！全部给我拿下！有诬告陷害、蓄意构陷罪名，即刻送到公安局，让公安同志好好审审他们。好。顾花，有关你的身世，我一直暗中调查。昨天我在医院的档案室查到了确切的消息。昨天去档案馆查消息的是你，你为什么对我身世的事这么上心啊？咱们是朋友，朋友有事，我当然要上心了。谢谢你，陆星川。上一世到死你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，这一世我一定让你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医院的档案里只记录了你父亲姓杨，我通过部队的档案找到了更多的线索。你的亲生父母就是城里规划局的杨主任夫妇。杨主任夫妇，你确定吗？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？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我要立刻去找他们。顾华，
杨家夫妇他们下乡去寻找亲生女儿了。下乡寻找亲生女儿，为什么他们偏偏在我进城查线索的时候回了村里？刚才刘成说他是受顾建国的指使诬陷我，难道这一切都是顾家布局？很有可能。而且我探查到杨家夫妇从顾家离开时，顾建国说他们的亲生女儿叫顾雪。顾雪在乡下，上一世我亲生父母就是被顾雪蒙蔽，认了顾雪做亲生女儿，结果惨被顾雪杀害。我现在必须立刻回村，我担心我亲生父母的安全。难道上一世顾雪认亲我亲生父母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？不，顾雪，今生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。就在这里了吧？老杨，你看，那个小姑娘就是顾雪吧？真像，和你年轻时候的背影太像了。这应该就是顾画的亲生父母了吧？终于等到了。顾画，你顶替我在城里生活14年，这次我要顶替你一辈子，成为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找谁？可怜的孩子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你就是顾雪吧？我是顾雪，你们是谁？孩子，我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什么？你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？这怎么可能？顾华，你的亲生父母是我的吗？爸妈，真的是你们吗？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们平反之后，到处在查找你的消息，核对过你的出生信息后，终于找到了你的养父顾建国。你下乡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们的。孩子，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，让你漂泊受苦10几年，以后我们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妈，我盼你们盼了10几年，这10几年我看着别人都有父母的疼爱，而我却只能在乡下寄养，我心里好苦啊。雪儿，你放心，现在我和你妈妈的工作已经恢复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爸妈，虽然咱们现在已经相认，但是我恐怕不能陪你们回城了。为什么？爸妈，不是女儿不孝不想陪你们回城，而是前段时间我被人恶意诬陷，大队书记撤销了我回城的资格，以后我只能困在这儿又穷又偏的乡下。爸，您能不能帮帮我，带我回城里好不好？乡下日子太苦，我真的熬不下去了。好孩子，爸妈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对了，当年我们把你留在城里的医院时，给你留了一封信和一个玉石吊坠，你养父母给你了吗？信件、玉石吊坠。不好，信件和玉石吊坠都被顾华那贱人拿走了，怎么办？顾雪这丫头也是个菜鸡，直接推给顾华不就得了？看来还是得老娘出马。您就是雪儿城里的亲生母亲吧？我们刚在地里干活，听说雪儿的亲生父母来了，就赶紧下工回来了。您和雪儿长得可真像。雪儿，这是……妈，这是我乡下的养母。当年您和爸把我放在医院，阴差阳错之下和城里顾家的女孩抱错了。前10年我一直都是被荣家养在乡下呢。荣嫂子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这10多年辛苦你们养育我们家雪儿，你们放心，我们杨家一定重重酬谢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如今看到雪儿和你们相认，我们也为雪儿感到高兴啊！发了！等顾雪和杨家相认，顾家给一笔钱，杨家再给一笔钱，我们荣家也要跟着发达了。对，您刚才说的信件，我们在门外听到了，都是我们没用，乡下条件苦，老鼠多，那封信早就被老鼠咬碎了。至于那个玉石吊坠，
听雪儿说是被一个经常欺负她的同学给抢走了。爸妈，是我没用，那玉石吊坠被经常欺负我的同学给抢走霸占了。他们说我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，我根本抢不过他们。雪儿，没关系，信封和玉石吊坠没就没了吧。现在咱们一家3口相认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些都是身外之物，等以后爸给你买更好的。爸妈，和你们相认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家。以前10几年受的苦，好像一下子都值了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，都怪爸妈不好。当年为了怕你受伤害，独自把你留在了医院里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妈，我不怪你们，你们当年也是迫不得已，我理解。好，雪儿和你们相认成功，真是皆大欢喜呀！杨主任，刚才顾家来电话了，说明天就到村里，要给雪儿和你们举办一个认亲宴。顾画，别冲动，打蛇7寸才能一击毙命。放心，顾家和荣家不会得逞的，万事有我。上一世你偷我身世，占我亲生父母，这一世你休想得逞。明天的认亲宴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你丑恶的嘴脸。顾画，上一世你惨死后，我悲痛不已，吐血而亡重生。这一世，我一定寸步不离，守护在你身边。谢谢爸妈千里迢迢寻我回来，让我终于有了亲生父母。今天我也请全村人给我做个见证，我往后必定好好孝顺你们。我的好孩子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一家3口再也不会分开。快起来，以后有爸给你做主，没人敢欺负你。顾画估计已经被刘成送进大牢了，现在只要雪儿正式认亲杨家，以后杨家所有家产资源都是雪儿的，我顾家要发达了。我家雪儿命苦，苦熬10几年，终于等来亲生父母，往后就是杨家千金了，真是苦尽甘来啊！而这下可掉进福窝了，以后就是城里人了。缘分啊，顾雪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亲生父母了。顾家的钱，杨家的钱，还有爱国的工作，这下终于稳了。瞅你那出息样吧，雪儿以后就是杨家的千金小姐了。凭咱养她10来年，咋不得给个1.8万钱的？现在认亲成功，我得赶紧把杨家的家产继承到手，不然等以后顾画……等等。顾画，顾画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该来吗？我要是再不来，我的亲生父母就认贼作女了。这是我们14年前放在江城医院我女儿襁褓里的东西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不对，荣家嫂子，你不是说信件被老鼠吃掉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雪儿，你不是说玉石吊坠被抢走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建国，荣老师14年前荣家贪了放在杨堡里的钱财，又为了钱财将我送给了顾家。现如今你们2家合谋，又让顾雪顶替我的身份认亲我的亲生父母，你们真是该死！哇，这荣家真不是个东西，顾家也不是东西。不是的，爸妈，别信他，他就是嫉妒我，故意拿假东西污蔑我，想要抢走我的一切。假东西，这2样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的，你觉得他们会认错吗？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想顶替我，你做梦去吧！一派胡言！顾画，你满口谎言！玉佩信件根本就不是你的，都是你抢夺雪儿的。就是，月儿温顺乖巧，心地善良，怎会是骗子呢？分明是你嫉妒雪儿福气。小姑娘手里的东西全是真的，难道她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？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我才是你们找了10几年的亲生女儿。顾画他就是嫉妒我，故意污蔑我。顾雪，你个贱人，别演！刘成已经全招了，顾建国只是刘成故意陷害我，现在已经坐大牢了。杨主任，您都已经看过顾画手里的信件和玉石吊坠了，难道还看不出来顾画就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？我才是杨家女儿，我才是顾画，你是不是我陷害我？我陷害？真是笑话！
你顶替我的身份，认清我的亲生父母才是该死。我已经报公安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。去，真是活该！居然假冒别人认亲，这种人就该坐牢。不光要坐牢，还要游街示众。我的孩子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我们瞎了眼，错认了恶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是我们糊涂，识人不清，现在才知道你从小无依无靠，被顾家肆意欺压，生生受了10几年的委屈。爸妈，之前的苦难我已经熬过来了，不怪你们，错的从不是你们，是顾家、荣家的这些坏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回来，我的一切就都没了？杨家千金大小姐本该是我的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拥有，你要去死吧！你让事情。为什么？我别看你！陆星川，你撑住，别闭眼。顾花，上一世，我眼睁睁看着你在我面前坠楼惨死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一世，我拼尽所有，也要护你周全，一定要让所有害过你的恶人血债血偿。陆星川，难道你也重生了？